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教的呢是一个那个中间有隔间的这个一个带子。那我们中间有隔间的带子呢，通常就是有分，通常我们的带子就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带子，然后中间它就是有一层隔间在这里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隔间下面是相通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东西放进去之后呢，那个小东西就会被罩在袋底跑来跑去，你每次就要这样捞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做的是，这个里面虽然有隔间，而且它是2个分开的这个袋子。那我今天本来有做一个样本，结果我带去公司忘记带回来，所以我只好用画图的来跟你讲。那我们要怎么计算尺寸呢？就是说这个袋子你要做多大？好，首先你要先决定的是这个底部你要多大。那像我自己做的话，这个底部对，我找一下我的底哈，底在这里哈。那底呢，这里是做18，然后宽度这里是做6公分，然后高度呢就随便你要做多高了。我好像是做，我看一下哈，好像13.5，好，我高度是做13.5。那我们这个尺寸呢，做起来呢，这个袋子不会是一个不会说是4片去接，我们通常是一个这样子的布料。接上一个这样子的布料，也就是这个打开呢是一个直线，好，是一个平面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去把它车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子2块之后呢，我们中间要做一个这个隔间。那这块隔间的布料呢，因为我想要内缩，因为如果你要是你看到这个就是隔间的布料，那隔间的布料如果你不做成这个梯形的形状的话呢，你会产生什么事嘞？就是说你的袋口做完会往外散，哦，就没有办法在那。缩给了嘛，感觉这样比较紧实哈，就会比较紧实，所以这一块会比较短一点，下面是梯形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尺寸处理好之后，那我们的表布呢，我还是应该会提供尺寸给大家啦，尽量，因为我电脑视图不是很强哈，就是自己乱摸索的，所以当我们把尺寸决定出来，我们还需要的这个用布量呢，就是这个。带盖，好，做个带盖把它盖住。那当然啦，如果你这个中间的隔间呢，你想要做那个拉链带也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是要做拉链带的话，你中间就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拉链带的这个带布，那就是先把它处理好哈。那我做完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懂我在说的是什么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剩余这个比较拉渣的东西。这些配件类的，我们先把它车好。那这个是带盖的部分，我们就从带盖先车。好，带盖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是把它车起来。那我们在车带盖的时候呢，之前说过好多次喽，就是说这个底部的部分呢，我们要让它小一点点，也就是说我们表布在车的时候，稍微把它推过去一些，然后让那个里部小一点点，这样子我们的带盖呢车起来会比较漂亮。就是说。表布比较能够盖到这个背面，因为我前几天手有点就是撞到有点脱臼，前几天还很 OK， 所以我今天动作如果没有很灵活的话，请多多见谅，因为我手现在不太能够弯，你看弯不下去，好，所以还在痛，所以也不会很痛啊，就是还刚刚一怪，没啥路用，只是说稍微好一点就很想这当这塞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多余的缝缝剪掉之后，弧度剪牙口。但是因为不是今天讲的重点哦，因为我们以前教过好多次了，所以这个我就直接快速带过去，然后把它翻到正面来。好，然后用手指头推一推，把它推成弧度之后，再从正面压线，这样我们的带盖就完成了。那如果你觉得说你不太会推的人，你可以先去用熨斗烫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压装饰线，压0.1公分，这样子。所以说有时候这只手指头要用力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痛。就是说，如果要车很快的话我就会不由自主会想要用力。这样不太好，可是没办法，它就已经就有一点点不太能够那个支撑力量。好，我们把带盖处理好之后呢，先把中央线做出来。好，中央线先做出来呢，等一下你就不用做了，
你现在没有做，等一下就继续就做哈，这没有什么，就是先把中央线先剪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车其他的了。好，我们来车其他的呢，我们从这个比较简单的先车好了哈，比较不用多做解释的先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个表布的地方先车。那表布的地方先车呢，我们首先呢，这个东西就要把它车成一个那个立体的带子。好，那为什么两边要剪接呢？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隔间哈，就是为了隔间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的接线呢是在这个四方形的两边这里起来。好，它的接线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现在要开始来车它。好，那车这个你要怎么车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怎么才能把四方形呢车得正正的，不会歪歪斜斜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，你尺寸当然一定要量对，也就是说这里18公分，这里6公分。那我们这个18公分加6公分呢，是不是总共24公分啊？对不对？24公分呢，表示说我们中间会有18公分是车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剩下6公分就是左右各3公分，左右各3公分就是说你先在这里把3公分做个记号。哎，你敢听有？好，就是说等一下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左右先做个，在这个宽度24公分的时候呢，左右3公分你先做一个记号。等一下你会好车很多哦，我讲真的不是讲假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先把中央线呢先做出来。那这块布有图案，有方向性哈，你要车对。好，像这块布很可爱的，所以我这次挑这块布来做。就是说它是那个很多动物在骑脚踏车，你看它头啊我一飙车，所以它耳朵都往后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车它咯，车这带身。那为什么我要先把它标起来呢？先把这3公分标起来，跟中央线标起来。等一下跟你说哈，我们先把旁边车起来，下起来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旁边也把它车起来。然后呢，中央线好，记得把它，你可以先剪牙口，你也可以画线都可以。好，把它剪个牙口好了。接下来你打开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中间这里是6公分，也就是这里的宽度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一块底也把中央线先剪出来，先把中央线先剪出来，4边都剪哦。你4边都剪，你会比较好对啦。那如果你技术很好，你只想剪2边也是随便你，都不想剪也是随便你啊。反正你要怎样，警察也不会抓你，谁管你？谁管你要不要剪几边，对不对？只是说我们好做为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车这一圈哦，哈。那车这一圈呢，我们当然就是从这个中央线这里先把它对好，不要从边边开始车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车比较好车。好，从这里就开始车。那你把中央线对好，开始车，车到这个你刚刚做的这个记号线，车到这个记号线，把针插在这个记号线上，然后呢，把剪刀拿起来，剪个牙口，翻过来这边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对到你这个中央线下面的中央线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再车到哪里嘞？车到第2个记号点，车到第2个记号点呢，一样把针插在下面，然后拿出你的剪刀，剪一个牙口，再翻过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一个这个方方的底，而且这个底不会歪，所以你要一样中央线你都要对好，知道吗？老师在讲，你得来听啦哈，要不然你这个底呢，如果车歪歪的，整颗带子就歪掉了，就不好看了。跟你讲给老师真拍谁？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讲过好几次，我不是什么专业老师哈，我只是就是有兴趣，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我会的这样子。那像这个中间隔间的这个做法，也是我早上突然想到说可以这样车，我就车看，那车起来还不错。就分享给大家。好，然后呢，到这个记号点，你会发现这里不太好转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先稍微剪一点点牙口，好，然后把它拉好，然后到这个记号点，再把针往下插，再转过来，这样呢，你的这个底呢，就可以跟这个带身完美的结合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水搞，
来转到正面，让大家瞧瞧。把这个底呢，稍微用这个手指头稍微推出来，哈就好了。那如果你觉得你推起来不够漂亮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用锥子辅助一下。好，你看这样子，整个底它就正正的，整个带子它就正正的，不会歪七扭八。有些人一车起来，这个整个带子就这样斜一边，哈，不会。我们左右一定要对称，好，要对称好。金钩锥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车这个比较。这次的重头戏就是这个是什么？哎，那个隔间，哈，双隔间，哦，2个隔间带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先把这个表布呢，哎，不是表布，这个中间的这个隔间，那中间的这个隔间呢，我们要比这个旁边的这个里布要再短一点点，好，这样你才不会一打开带盖就被看到一个那个隔间丑丑的。那要短多少，当然也是随便你，基本上1.5到2公分啦，哈。然后我们就先把上面先车起来，有没有听到？上面这里先车起来哦。好，那车起来，如果你就是我刚刚说如果你中间的这个隔间想要做拉链带的人，你要在这时候就先做拉链带。那因为今天不是重点，不是那个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全部车起来。好，先把它车起来之后，多余的缝份剪掉。那这个东西呢，这个隔间呢，你最好先贴一下这个保护衬，好，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软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翻到正面来，我们可以先压线哦，好，我们可以这边先压线，把它压0.1公分，把它压线压起来。好，接下来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再要连接这2个侧边布。好，那这2个侧边布呢，有一边我有贴了里带，因为我是觉得有贴了里带之后，这个带子呢的实用性更高。那你当然你不要贴就随便你哈。那我们就是把这2片接在这个上面。那接在这个上面呢，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里带，你必须要留反口。好，就是这2片，其中有1片你必须要留反口，安内刚才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这样车，先这一片我是不留反口的，我先把它车起来。有没有看到像这样子？所以如果你布料够的话，你也可以做一长条，哦，做成布料可以剪一个这样子也可以。那这一边呢就不行咯，因为你要留的是留反口，好，那我们留反口呢就把它留在中间。好，像这样子把它车起来。那如果你中间的隔间你要贴2边布衬也可以，就是更挺一些。好，中间留一个反口哦，好。反口如果留大一点，就是等一下你会比较好翻嘛。好，像这样子，看到了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怎么车？我们现在连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一个很像山谷形状，有没有凹凹凸凸的一个这个东西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隔间。好，那我们隔间要怎么车呢？首先你要注意的是，请你不要一次车到底。我上面要留个大概4公分左右，大概4公分左右哈，一个高度。然后我把剩余的这个地方车起来，好。你不要2边一起车哦，我现在是打开哦，你要注意看这边，你要注意看，因为我们是要分成2个内带哈。好，剩余4公分的地方呢，我们一起车。其实如果你要是会车的话呢，你刚刚就可以直接车一个这样子，我只是要分解动作，让你们比较好理解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贴心没啦？哦，去看这人真贴贴。然后这边呢，你也不用客气，直接把布料拨过来，然后一样。留一个大概4公分左右，好，留一个4公分左右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车过来，2边都一样哦，好，2边都一样。那你要这样车的话，你要从上面车下来，还是从下面车上去，随便你。只是你要记得，从这个中间的接口下来一段距离之后，再车下面，好，来，像这样。
大概4公分。那你不要说都是4公分，因为你要看你的袋子大小哦，你自己去抓那个比例，抓比例。以前哦，我跟我女儿看那个海绵宝宝，里面有一个比例酷哥，还蛮好笑的。我规刚看迄有诶无诶。好，到这里有一个4公分。然后还要被我女儿逼着，那个她幼稚园的时候，还要逼着唱那个海绵宝宝的那个主题曲，还要背那个歌词，这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这样呢，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样有2个内袋了，只是一个内袋呢中间有这个反口，好，这样有2个内袋。那为什么要这里要分开呢？因为我们要分开打角。好，那分开打角呢，我们这个宽度，好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刚刚的底呢，总共是几公分呢？这也是6公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有2个内袋，所以一边要几公分，一边要打角3公分，胜算爱喝，你敢知？好，我们就是算数哈，基本算数还是给那个学一下，才不会说连那个算数都算不好。然后我们一样把中央线先对齐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再来测一个3公分的这个打角。那你缝份让它倒向一边，这个是 OK 的，没关系。缝份就让它倒向一边。啊，我也切比较。那我们就测一个3公分，3公分很小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包包不大，所以当然你的打角呢也不会很大。那如果你要很大呢，当然也可以啊，要看你的需求。怎么说呢？做什么包包就是看你的需求去决定你的尺寸大小，这个都是没有一定的。那如果当然你要只是学习，好，先学习做法，那当然你就可以按照我提供的尺寸。那等到会做了，我们再来变化这个宽度啊、长度啊，这样子去做变化。好，要做个打角。那我们这个要有2个隔带，所以要打4个角。那隔间呢，应该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，只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，然后又难度不高，所以我就提供给大家。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这个方式，当然就是说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人会去限制你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兴趣跟我一样用这个方式做也可以。好，来。是说这物件哈，我选对的，袂落去就好啊。当然是选比较好做的，就是好做又实用，有没有？然后东西又不会掉，然后做起来又漂亮。我当然是都会选这样子的方法。啊，不是要武死家己哦，条工做做歹做啊，做个会哭鸡袂分火。你知道会哭鸡袂分火吗？这句台语我觉得其实一直觉得蛮妙的。好，我们把角度呢都打出来，多余的就把它剪掉哈。那不会打角的人，请你去看以前的那个，只要有厚度的，都会教到打角，都讲得很仔细。好，那我们呢现在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有2个这个立体的这个内袋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是把这个侧边把它缝起来。把这个侧边把它缝起来，像这样子，你就把它接到你刚刚这个接的这个位置，把它缝起来就好了。接到这里就好，你不用一直往下车哦，哈。有车就好啊，我们一起车就去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把它车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隔间带内袋已经快要成型了？像这样，笑死！我今天看到那个留言，有人写说，有外国人说他很惊讶，我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不停的讲话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听不懂我讲什么，你才会觉得我一直讲话，有没有？搞不好人家听懂的很爱听呢，自我陶醉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呢，车完之后，我们就发现这2个内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很漂亮的2个内袋已经完成了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可以那个2个内袋是分开的，不会互相干扰。那接下来其实就简单啦，接下来你们其实都会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呢就把这个中央线
好啦，到这边可以去洗洗睡，可以想休息的人可以去休息了，因为接下来就只是把表布跟里布结合起来的事情而已哈。那我们一样把中央线都剪出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带盖先把它放好，好，带盖放好，中央线也先把它做出来，熊熊烧香。那我们带盖呢，当然是放在那个正中央的位置。只是说呢，除了带盖以外，因为这个带子呢，我想要说可以斜背，所以呢，我还会做2个低心环，把它扣住，哦，做2个低心环，然后让它呢可以，勾上这个钩子，哦，勾上那个背带，勾上背带，我就可以斜背了。好，可以侧背，可以斜背，这样出门呢就很方便哦。如果你想要那个要出门的话，背这样子的袋子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我们就做2个布耳朵哈，然后把这个固定在这里。好，固定在哪里呢？固定在我们带盖的左右两边。你瞧瞧，你看看，就是固定在两边。先对好，然后再固定。好，从左边从上面车到下面，好，从左边车到右边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把它车在一起，不要车到下面的布。Thank you。来，就这样车过来，然后再继续车过来。好，车过来之后呢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。我们不是现在表布要跟里布结合了吗？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里有2个隔间，你要塞进去其中一个隔间之后，你才能车这个带口。那你要塞在哪一个隔间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塞在有反口有一个洞的这边这个隔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一下你比较好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塞在有洞的这个隔间，先把它塞进去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侧边先固定好，好，先把它固定好。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哈，你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你可以打开，也可以合起来，合起来也不错啦。因为等一下我们必须要那个什么鬼啊，必须要侧边要固定一下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导向同一边，把缝缝导向同一边，有没有看到？缝缝导向同一边之后，把它夹起来。好，有没有看到缝缝导向同一边哦？好，那我会导向前面啊，随便拿，你喜欢哪一面就哪一面。好，缝缝导向同一边，然后夹起来。之后我们要来车整圈，但因为有中间这个隔间卡住，所以你一整圈不太好说。我全部夹完之后再车，没有关系，夹到哪里车到哪里，不用拘泥说你一定要把整圈都盯得很好才车。我们就车到哪里，我们就做到哪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车哦，哈，这里你会觉得有点纠结没关系哈，他的人生就是很纠结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车这个带口。好，车到哪里，我们把这个带口分成4小段，好，一段一段慢慢去处理它，不用急。好，吃紧弄破碗，掐紧掐到手，好，就不要急。这样把它车一圈车起来。这块布料是那个日本细帆布，那因为那个图案太可爱了，然后我一直很想拿它来做什么，然后又一直不知道又一直舍不得说给它乱做，然后今天刚好看到，做这个袋子很适合，就来给它气矿买。好，车完一段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比对下一个这个中央线，然后再拉过来。那如果你们在比对的时候，你的针就要插在下面哈，你才不会那个歪掉，好，布料才不会跑掉。好，就这样一圈1/4的慢慢车，慢慢拉。好，不要用力拉哦，慢慢的把它弄得平整一点就好了。带口哦，就是不要用力拉，哈。你也有来去做我别项代志嘛，就叫揪这带口，好，好，
我们这样子呢，车完之后呢，带口全部车完之后，刚刚我不是说，要塞在这个有带口的这个内袋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你看，现在你的带口，你的表布就已经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整个把它很轻易的翻到正面来。你看那有竖习不？好，是不是可以很轻易的把它翻到正面来？然后呢，没有，再翻回去。有一件事还没做哦，每次我都会忘记这件事。啊，你看，幸好我们在这边，你看给它翻进来、翻进去都很好翻。哦，我们有一件事还没做，什么事呢？也是刚刚我说呢，我们做的是一个内缩的这个隔间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内缩的隔间呢，如果你没有多这个步骤的话，你就会只有里部往内缩，表布还是在外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刚刚不是说这个缝缝呢，我们要把它弄在导向同一边吗？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把缝缝固定，让你的内缩隔间在内缩的时候也可以把表布带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怎么样，两边从这个带口的完成线把它对折过来，把它对折过来之后呢，我们要车哪里呀？把这个缝缝车在一起，这样听懂吗？也就是说，我这样子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，我要从这边把它车在一起，这里我要车在一起，这样听懂吗？感觉好像有点难哈。如果你觉得不好车，你可以手缝，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写上，听到没？好，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车，你可以手缝。那如果你可以用车的，那当然就是看门挺个手生哈，把它稍微固定一下就好。你不一定要车在完成线上，但是你必须要固定。然后能够车多高你就车多高，把它固定起来，让它两边的这个缝缝呢可以这样子合在一起。好，再看一次哦，各一摆，各给看一摆免钱的。再一次，好，从这个完成线对折，完成线对折之后，这个缝缝，你稍微这样子把它压住哈，你稍微这样压住它，然后呢，把它从里面，从这里抓住，之后，感觉好像不太好抓，其实不会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用手缝的话，也可以，你就可以在这里做那个锁针缝，那个卷针缝也可以。然后呢，你就是把它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用这样子比较好用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说，这两边你就是要车住就对了。好，把它对齐，把它车住。好，那能车多高车多高哈。那你也不用车到下面去哦，你只要车固定上面这个部分就好了。这样子，把这个旁边压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真正正的可以翻到正面去了。来，再从正面把它翻过来。再从反口把它翻到正面来哈。慢慢翻，你就会翻到正面来，犹如脱胎换骨一般。但翻过来的时候，趁着这个反口还没有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用手一样把它推一推。好，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旁边的这个缝缝呢，已经跟这个表布牵在一起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所以呢，它牵在一起呢，它就不会说只有里部往内缩，表布还是在外面，这样听懂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整烫一下，然后做这个带口的这个压线，几乎就完成，几乎啦。好，不是啊，记哦，是几乎完成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好像这样子呢，然后我们就带口来压线。那我就不整烫了，直接压。好，直接压的话，你要小心的是把你的里部尽量往下推，才不会车的丑丑的。好，来继续车。这个真的是还蛮不难的，只是说，就是说那个钢我一点公婆不给带，有没有？就是像这样子，好，这个难度也没有很高，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想，
好，还是说一下子懒得想，你就会觉得这好像很难做啊？其实也不会啦。现在带口不太好压线，是因为中间卡了一个这个滚边，所以呢，卡了一个隔间，所以也是我们翻到哪里哈，我们就车到哪里都不要急，这个东西急不得。好，带口外面看得到的这种压线呢，都不要着急，一着急就车得很丑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把这个带口漂漂亮亮的把它压起来。那如果你不想压线，还是说你觉得你这样边整理边压线不太好压，就先去熨烫一下，熨烫完之后你就会很好压了啦。好。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看现在长怎样。长得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2个履带，然后中间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，好，把这个反口呢把它车起来了。这反口呢，就直接你要长针缝也可以，你要这样车起来也可以，看你高兴啊，看你今天心情如何咯。像我每天的心情都是车起来，很少想要长针缝。好。你甲看有简单无？做好啊！好像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出2个口袋，有没有？这2个是分开的哦，哈，你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方法就是2个口袋，它是完完全全分开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内缩的这个隔间呢，你最后这个袋子最好，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是最好整烫一下，让这个凹的这个弧度呢，可以漂漂亮亮的缩进去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就是我们之前呢不是有做你看那个隔间是一个，你看这只手就感觉有点肿哈，还是胖啊，变大颗啊。好，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梯形，有没有？这个梯形的这个上面就是这个地方，所以如果你要内缩越多，你这个梯形呢就越小。如果你要不要缩太多，因为有时候缩太多的话，你东西就放的少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把它大一点。可是如果你全部都是平的，那你这个袋口就会开掉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内缩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有决定到什么？你的袋盖的宽度。好，因为你袋盖呢不能超过这个中间的这个隔间的大小。好，这个最上面顶端的大小，你超过的话，它就会怎样？超过的话会怎样？你比它大的话，就是袋口就太大了啊，就袋盖就太大了，也不会怎样，就太大而已。好，那就像这样，那就像我刚刚说的，里面有一个内袋。好，做一个内袋的话呢，我们要放什么东西都 OK。然后呢，像这样子，旁边呢刚刚缝缝固定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把它拉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因为缝缝里面固定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把它盖起来。这时候呢，你要你要用磁扣，还是要用魔鬼毡都可以。我们就是把它固定住。然后呢，我刚才是要讲几个然后呢，接着呢，那个换汤不换药哦。所以呢，哎呦，糟糕，连接词太少了。接下来把这个扣子呢，把它扣住。我们把这个肩带呢，我刚刚提早先把它车好，好，把它车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这个肩背的这个。然后当然这里你就是缝磁扣，或是用什么东西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打开，有这个2个隔间的一个这个袋子。
那是不是很实用啊？你可以做长一点，你也可以做宽一点，你也可以做小一点，也可以做大一点，是不是就是随心所欲？重点是你要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教你们的这个尺寸的算法，然后好好的去把布裁剪好，把底部先决定出来你要装什么东西，高度你要做多高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你喜欢的尺寸，做你喜欢的图样哦。那当然咯，如果你想要买布的话，欢迎到我们店清秀佳人布坊来选购啦。第一次这么光明正大的这个的广告，最近经历不快乐哦，可能大家都在缴税吧。好，就像这样子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计算，然后去学着去制图，做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包包哈。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我花了很多心思在教大家制图呢，也才不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底下给拱好，那如果你要是不熟悉，想要先试做，你当然就可以参考我的尺寸。当然就是喜欢的话，自己赶快做一个吧，拜拜。